同学们，上一节我们学习了核酸的化学组成及其化学结构，下面我们接着学习核酸的分子组成。首先，我们了解 DNA 的分子结构。DNA 分子上的脱氧核苷酸的排列顺序为 DNA 的一级结构。DNA 是由很多脱氧核苷酸通过3,5磷酸二酯键连接而成的无分支的双链线状或环状多核苷酸。大肠杆菌 E. coli DNA 含有4乘以10的6次个 BP 碱基对，人的 DNA 含有 2.9乘以10的9次方 BP 碱基对。在拟南芥中，拟南芥基因组由5条染色体构成，包含约 1.2 亿个碱基对，编码约 2.57万个基因。核酸为多聚核苷酸，相邻两个核苷酸之间以3,5磷酸二酯键相连，即磷酸集团提供羟基，糖环上的羟基提供氢，缩合形成酯键并生成水。在磷酸集团中，磷氧双键之外的3个羟基中有2个相邻的羟基分别和脱氧核糖的3撇、5撇形成酯键。这幅图为核酸链上的3,5磷酸二酯键，双链外侧的5边形表示脱氧核糖结构，圆圈表示磷酸集团。 DNA 的分子结构图显示磷酸核糖在外侧，碱基在内侧。核酸链具有方向性。 DNA 分子上的脱氧核苷酸的排列顺序的实质是碱基排列顺序。核酸的分子表示方法有字符式和线条式2种。线条式是以竖线和斜线分别表示糖基和磷酸酯键，字符式用 ATCG 代表碱基，用 P 代表磷酸集团。核酸分子中的糖基、糖苷键和酯键等等均省略不写。如果是没有标志的核苷酸，通常核酸链我们默认从左到右5到3，从上到下5到3。同学们，下面我们接着了解 DNA 的2级结构及其多态性。1953年 Watson 和 Crick 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，以立体化学上的最适构型建立与 DNA X 衍射资料相符的分子模型，提出了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。该模型的提出与1989年应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测得的 DNA 结构参数相吻合。DNA 2级结构的提出成为研究核酸功能和生物合成的理论基础，对于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开创了现代生命科学的新纪元。双螺旋结构的实验证据有以下4点。首先， Chargaff 应用紫外风光光度和脂层烯定量实验分析，得出4种碱基的比例关系，得出碱基组成的共同规律。不同来源的 DNA， 其中 A、T 含量相等， G、C 含量相等， A 加 G 等于 T 加 C。X 衍射分析得出双螺旋结构的结构参数。电位滴定法证明磷酸集团可以滴定，碱基不能滴定，碱基之间形成氢键。DNA 分子纵轴与戊糖糖环平行，与碱基平面垂直。双螺旋结构模型要点。首先，第一点， DNA 分子由2条反向平行的多核苷酸链围绕同一个中心轴构成右手双螺旋结构，螺旋表面有大沟、小沟。这是双螺旋结构立体及其平面结构示意图。请同学们注意大小沟的位置。碱基位于螺旋内侧，碱基平面与纵轴垂直。磷酸集团和脱氧核糖在外侧，糖平面与中轴平行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双螺旋结构参数图。双螺旋直径2个纳米，顺轴方向每隔 0.34 纳米有一个脱氧核苷酸，碱基堆积距为 0.34 纳米，2个脱氧核苷酸之间的夹角为36度，沿中心轴每旋转1周有10个核苷酸。这幅图为
碱基之间的配对情况 ，A 与 T、G 与 C 配对 ，AT 之间2个氢键 ，GC 之间3个氢键。同学们，前面我们了解了 DNA 的1级、2级结构，下面我们接着学习影响双螺旋结构稳定性的因素。首先是双螺旋内部碱基之间形成氢键，其次是碱基堆积力。疏水性的嘌呤、嘧啶集团在水溶液中自发聚集，形成碱基堆积力。其次，分子间范德华力的累加也是构成碱基堆积力的因素。碱基堆积力使双螺旋结构内部形成疏水的核心，有利于互补碱基之间形成氢键。双螺旋外侧带负电的磷酸集团同带正电的阳离子之间形成的离子键，可以减少双链间的静电斥力，使双螺旋结构稳定。当温度等因素引起碱基分子内能增加时，碱基定向排列遭到破坏，双螺旋结构也会被破坏。如图所示， DNA 双螺旋结构具有不同的空间构象，从左到右依次为 aDNA、bDNA 和zDNA 3种构型。双螺旋结构的 DNA 为什么能够形成不同的构象呢？首先，戊糖环能够折叠成多种构象。其次，分子内部碳氮糖苷键、3,5磷酸二酯键能够旋转一定的角度。这3个因素的存在，最终导致使具有相同碱基配对的 DNA 双螺旋能够采取不同的构象。这种构象上的差异，我们称为 DNA 的多态性。在溶液中 ，DNA 一般为 B 型。Watson-Crick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描述的即为 B 型 DNA。aDNA 的构象不仅出现在脱水 DNA 结构中，还出现在 RNA 分子的碱基互补配对区和 DNA、RNA 的分子杂交区中。王和 Rich 等在研究人工合成的 CG 结构的单晶 X 衍射图 DNA 双螺旋结构图谱时，发现这种 CG 六聚体的构象是左手双螺旋，主链中的磷酸根呈锯齿状排列，所以非常形象的称为 zigzag 锯齿状结构，我们也把它简称为 Z 型结构。这个表为 A、B、C 与 zDNA 的结构参数比较表，要求同学重点掌握 B 型 DNA 的结构参数。本图为 A、B、zDNA 的立体结构图，这幅图是 A、B、DNA 的侧面及俯视结构图。天然 DNA 分子中存在 zDNA 区段， bDNA 与 zDNA 的结构互变，可能与基因的调控有关，如胞嘧啶碳五的甲基化使 bDNA 不稳定而转变成 zDNA。 这种碳五甲基化现象在真核生物中广泛存在。同学们，本讲就到这里。